季科，一局游戏死14次，对面都叫你别送。你用脚打的吗？我也被自己猜的不好意思，连连道歉。小柯过了会儿，周晨又发来消息，看起来是冷静下来了。虽然是我叫你打的游戏，但是我们还是别一起打了，再打我们的友谊会破碎的。也不是很冷静。但我几科怎么会被这区区游戏打败呢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菜。等我以后练成大神，等你来求我，我发誓勤学苦练。可是那一个人头抢了别人的5杀。听到队友咬牙切齿的问我是不是小学生时，我想我该放弃这个游戏了。但我几科从不轻言放弃。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怎么才能成为游戏大神。1L 看大神的操作视频，多学学就会了，光看视频我摇头，太枯燥 pass。 2L 菜就多练，虽然说的很对，但是侮辱到我了 pass。 3L 找个大神当网恋对象，让他教你。我靠着我男朋友已经上王者段位喽，这楼里的很多评论都是在说找了大神对象，走上游戏大神的成功之路。很好，我心动了。我开始物色我的网恋对象。很快我锁定了一个人，上一局被我抢了5杀的可怜人，王者段位。即使有我这种拖累，他还是带着我们赢了。我向来被夸行动力强，既然决定了，那就放手去做。大神，网恋吗？在线，但是没理我。我继续发消息，我声音很甜哦，会唱歌哦，叮咚。对面发来消息，头像哪来的？好莫名其妙的问题，不过肯回消息，那就是有可能的。我自己养的猫叫轮胎，丑丑的，但是很可爱。我看着我的媒婆猫，大夸特夸。对面的人这么问我，那必定是喜欢猫的。要和他发展亲密关系，那必然要投其所好。说了一大堆，对面没再回复。我又问了一遍，网恋吗？大神，对面沉默一会，发张照片，开始对我感兴趣了。看来这人真的喜欢猫啊。好，更进一步。我点开刚才借我姐的裙子和漂亮假发精心拍的女装照片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发过去。半天没回答。不喜欢？那算了吧，我另外找别人。我叹口气。下一秒，对面的消息弹了出来，弹，不准找别人。刚发过去微信号，我这边就弹出来好友申请，昵称是晴，头像是一棵树。我迅速通过。哥哥你好呀。轮胎的照片发我一张，我嘀嘀咕咕，看来我这个新对象真的很喜欢小猫啊。喜欢猫的又能是什么坏人呢？好的哥哥。过了一会儿，对面的头像换成了我刚发过去的照片。怎么回事？对面的人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消息发了过来。情侣头像，和我在一起了就不准再找别人。好的，哥哥。我超爱哥哥的，绝对不会出轨，我心急如焚。哥哥，我们来打游戏吧，我就不信，在这种大神的带领下，我还能输。将近3个小时下来，我简直要高兴疯了。7连胜，带着我这种垃圾，7连胜，谁能懂？哥哥，你好厉害，我好爱你哦。下一秒弹出一条语音，我点开，低沉中带着些清冷的嗓音在我的卧室里响起。今天就打到这里，最近比较忙，你要打再叫我。幸好之前好奇，学过一段时间尾音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把手机拿到唇边。好的，哥哥。小样，哥这么甜的声音，你就沦陷吧。最好一沦陷就带我天天打游戏上分。嘿嘿，周晨，等爷练好了打你的脸吧啊！哈哈哈哈！你小子段位怎么升这么快？我嘿嘿一笑，我对象带我打的，还专门建了个小号带我打排位。电话里周晨的声音猛地提高，你哪来的对象？你背着兄弟脱单，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为了打游戏专门找的大神网恋。而且有缘的是，跟他聊天我才发现他也刚高考完，他还问我多少分，打算去哪个学校。真是有缘。
唯一一点不好的是，我这个网恋对象有点小癖好。打游戏我有求于他的时候，就非要我说点好听的。想起来我真是帅脸一红。哥哥，我想要蓝，他懒懒开口，叫点好听的来听听。哥哥，宝贝。耳机里没有声音，对面一直在沉默。我真的很想要蓝 buff 豁出去了。老公。虽然这2个字喊得很小声，但喊完我的脸爆红。为了掩饰心里的紧张，我又恶狠狠地添了一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他呼吸声有些重，语气比平时更冷。这次过后我直接放飞自我。既然他喜欢听，那我不得好好利用利用。老公，对面猴子来抓我了。老公，我没技能，跑不掉了。下一秒他就出现在我面前，用仅剩的1半血量替我挡下猴子的攻击，我留下1条命。我操控着小鲁班围着他蹦蹦跳跳。宝贝好厉害，不愧是我老公。虽然对面猴子说誓死要弄死我们这对狗情侣，但我还是听到他愉悦的轻笑。宝贝，我在去学校的路上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一起打了2个多月的游戏，我打游戏的水平突飞猛进，和这个网恋对象的聊天内容也越来越多。他总关心我高3的事，也问了我好几次报考大学的事。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我欢欣鼓舞的拍照给他看。过一会儿收到了他的恭喜和一张封面一模一样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们俩竟然是同一个大学。高兴瞬间消散，我开始惊慌，我是个男的啊，要是被我的网恋对象知道被一个男的叫了2个月的老公，我怕他直接过来扒了我的皮。所以为了我的帅脸，我一定要捂好我的马甲。踏进大学那一刻，我看着宽敞的大门，陌生的同学，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始激动。我几科终于摆脱苦逼的高中生涯，要开始新的自由生活了。我从我姐的手里接过我的手机，欣赏我和我的大学的第1张合照。姐拍的帅吧？我一抹鼻子，那是弟弟，我自己长得帅。照例先欣赏完我的帅脸，我看向身后的环境。下一秒，扬起的嘴角僵硬住。我看到了一个一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的人。秦州。他在我的背后不远处，正看着我，那张脸还是一如既往的冷。他也来这个学校了，真是孽缘啊！我甚至不敢转头去看，害怕和他对视上。我拉起行李箱，姐，我走了。我转身低着头朝前走，留着身后的我姐在原地喊，不要我送你进去。我头也不回，朝后摆手，不用，我很熟，你回去吧。我姐大学也读的这儿，我之前来过好几次。这个学校有几个食堂，哪个食堂最好吃都早就摸清楚了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拉着行李箱埋头猛冲，心里默默祈祷秦州看不见我。下一秒，我的后颈被熟悉的力道抓住，走不动了。热气喷洒在我耳朵上，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心凉。老婆，怎么跑了呢？今天不叫老公了。我浑身僵硬，不知如何面对，甚至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。我的脑子里只有2个字，完了。我手里的行李箱被抢走，人也被拎到一个角落。秦州微微弯腰，那张让人害怕的俊脸忍到我面前。他咬牙切齿，几颗，你在躲我？甩了我一次，还想再甩第2次吗？我知道他发火有多恐怖，身体开始微微发抖，但我全身上下嘴最硬，什么甩不甩的？你搞错了。他气急反笑，拿出手机点了几下，然后把屏幕撕到我面前。好熟悉，是我和我网恋对象的聊天对话。你把我对象手机抢了，话说出口，我简直想给自己2巴掌。我他大爷的究竟在说些什么？我不应该直接说那不是我吗？果然不能遇到秦州，不祥。和秦州第一次见面是高1，在竞赛补习班。我第一次见到和我帅的旗鼓相当的人，还是在竞赛班，说明他智商也不错。于是我直接上去搭话，只是他的人和他的脸一样高冷。我说10句，他说你是怪吗？
我低着头跟在他身后，嘀嘀咕咕，然后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哦，撞在了秦州的怀里。他冷着脸，别跟着我。我才不是跟着你，我从没见过秦州这种态度奇差的人，就算长得帅智商高又怎么样？我决定放弃和他交朋友，于是转身大步离开。只是没想到刚走2步，因为太生气没看路，踩上一块小石头，脚一微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不对，帅哥吃，帅哥铺地。我愈发生气，因为那个不识好歹的人，因为这块害我摔倒的地。我握紧拳头，正要一拳砸下去，却蓦地被人拎着衣服站起来。这里不让睡觉。我不是要睡觉，我愤怒极了，作为一个帅哥，我竟然这么丢脸。秦州来抓我的手，我猛地缩开，不用现在来讨好我。气氛沉默片刻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手出血没。哦，和秦州第一次见面丢尽了我的脸，后面我都躲着他走，却没想到第2次丢脸来得这么快。我前几天就发现了学校出现了一只流浪小猫。遇见秦州的时候，我正跪在地上，伸长脖子和手臂掏躲在车轮后面的猫。过来，过来，我小心翼翼的诱哄，过来，我带你回家。没想到猫不仅不过来，还伸长爪子给了我一下。我痛呼出声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小心翼翼从车底退出来，痛心的看我手上渗出血的爪子印。去医院。闻言我猛地抬头，秦州皱着眉，视线落在我手上。怎么是你？我嘟嚷，不行，得先把猫逮出来，这么热的天。说着我又要跪下去看，秦州抓住我的领子制止了。我来。半分钟不到，他轻轻松松把猫从车底下拎了出来，看着猫脸上大大的媒婆痣，吐出2个字，好丑。转头又对上我震惊的目光，他薄唇轻启，我手长。我手长，我阴阳怪气的重复，心里懊恼，猫是他抓出来的，也许他就要带回去了。唉，我抓了好几天的猫，就这样被人截胡了。我好惨一帅哥。猫在他怀里趴着，很乖。我心里忍不住吐槽，不知好歹。本帅哥为了他好几天，他不仅抓我，还跟着说他丑的人走。生气，秦州抱着猫走了2步，又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傻站着干什么？去医院。我在秦州面前的丢脸史说都说不完。总结来说，秦州这个人克我。我看一眼他手机上的聊天记录，心虚的眼睛乱瞟。对不起，我瞟到了秦州冷若冰霸的脸，认怂道歉。道完歉，我垂着头，一副要杀要别随你便的样子。耳边响起一声嗤笑。怂吧你就。他拉着我的行李箱朝前走，我赶紧跟着追。你干嘛？虽然我骗了他，但他也不能直接抢走我的行李箱吧。我最喜欢的床单被套还在里面呢。换了床，没他们我睡不着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去抓行李箱，没抓到。你把他们给我留下吧，求你了，要不然我真的睡不着啊。秦州转过来，嘴角微微下瘪，很无语的样子。我给你拿到寝室去啊！秦州有这么好心？我之前把他甩了，暑假又把他骗了，他还好心帮我把行李送到寝室。我微眯着眼，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。他一言不发，拉着超重的行李箱转身就走。我赶紧跟上去。我的寝室在致远楼441。我知道，到了寝室，我算是知道秦州为什么知道了。因为我跟他居然在一个寝室，这怎么可能？秦州肯定是金融系，他家还有一个集团公司等着他继承。我跟他不是一个专业，怎么在同一间寝室呢？我疑惑的盯着秦州，他沉默不语。寝室里还有2个人，一个胖胖的叫张破，另一个高高的戴无框眼镜的叫宁岑。原来我们这是个混合寝室。我审视的看向泰州，仍然怀疑这不是普通的巧合。我跟他们打招呼的片刻，秦州开始打开我的箱子，拿出床单被套给我铺床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张破看着我挤眉弄眼。高中同学反斜杠情侣
我赶紧拍了一下秦州，朝另外两人尴尬的嘿嘿笑。他开玩笑呢，张破猥琐的笑。我懂。宁岑倒是只转过来看了我两眼，没多说什么。我自己来铺，我去拿秦州手上的床单。他躲开，你根本就不会。他指了指凳子，你坐哪儿？别捣乱。我插不上手，犹豫半晌，真的坐了过去。看着秦州忙上忙下的背景，我脑子里的记忆迅速翻转。以前他也这么给我补过。高二上学期，学校重新分了班，我和秦州都进了火箭班。我爸经常出差，我姐在读大学，于是我申请了住校。进了宿舍才发现秦州也在这个寝室。我铺了半天床单，先是没分清长宽，后来铺不平。在我要崩溃的时候，秦州在我身后轻笑：“大少爷，坐着吧，我帮你。”他叫我大少爷，他帮我把床单被子安排的好好的，甚至拧了帕子来给我的桌子擦了擦。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秦州才是大少爷，名副其实的大少爷，京城里鼎鼎大名的秦氏的大少爷。他的青梅找上我的时候，正是我和秦州恋爱4个月纪念日的前一天。他不知道从哪搞来我的联系方式，约我到学校外面的奶茶店见。秦叔叔是不会允许秦州哥哥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，更何况你们季家那个小公司实在配不上秦氏，你也配不上秦州哥哥。我握紧手机的被子，极力冷静。我只是和秦州在一起，不是和他家公司在一起。坐在对面的女生冷笑：“你还真是天真啊！你不知道吧？秦州他爸妈早就离婚了，他爸娶了个年轻女人，还给他生了个弟弟。你猜，要是秦叔叔知道你们的事，秦州将面临些什么？”我不记得那天还说了些什么，只知道那个女生的话像是一桶冰水，把我和秦州之间热恋的火焰一把扑灭了。就在来赴约之前，我还在给秦州准备纪念日礼物。昨天秦州在叫我做题的时候，还双手撑着脑袋，偏头笑着看我。你猜我给你准备的什么礼物？我猜是那双我喜欢的球鞋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回家给我爸打电话：“爸，我想转校。”我转了校，也换了联系方式。我和秦州的恋爱，我的初恋截止在高二那年的3月20日，明明第二天是我们4个月恋爱纪念日。第1个月纪念日时，我没有准备。秦州拿着他亲手 DIY 的礼物，笑着递给我。他说，在一起的每个月都记录着我们恋爱的点滴，我在他心里很重要，所以和我过的每个纪念日也同样重要。可是我们青春轰轰烈烈的恋爱戛然而止。怎么哭了？秦州拿着纸递给我，我没接。他抬起我的下巴，轻轻的给我擦眼角的泪珠，眼睛里水雾弥漫，可我还是看清了他眼里的担忧。恍惚的我蓦地清醒，接过纸，我自己来。谢谢你。秦州的剑眉蹙起，我们有必要这么疏离吗？我不说话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秦州跟上来，我不理他。我端着饭坐下，下一秒秦州在我对面落座。你可以不要跟着我吗？我声音和闷的。秦州朝旁边转头，抿着嘴，快速眨了2下眼，呼出一口气。季克，你不能甩我2次。我不再说话，埋头吃饭，机械的朝嘴里塞饭。我的心很乱，我看到了秦州眼睛里那点隐隐反光的泪水。秦州很好，一直都很好，照顾我的情绪。饭点让我坐着等他给我打饭，遇到有人给他表白，会不留一点幻想的拒绝。无聊的时候带我打游戏，上课睡着会下课给我补课。他性格冷淡，和我在一起后却总是对我很好，更好。明明我没做什么，可他说我像个发光发热的小太阳，照亮了他的生命。可是执意和他在一起，我还会是他的太阳吗？不会，我只会给他的未来带来无尽的黑暗。高3，在新的环境，有时候孤独寂寞，画笔在纸上胡乱画着，我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我是一个女生，那我们之间会不会好一点呢？纵然还是不门当户对，但我是不是会更有勇气去追求有秦州的未来呢？匆匆色完，咽下。我端起饭盘朝外走。秦州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的，不该有我这个污点。以前没有秦州，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，有时候和朋友家人吵吵闹闹，温馨而美好，
和他谈了4个月，突然的抽离，我的世界像是空了一块，空白，什么都填不满。我提起画笔，画画的时间是唯一可以宁静下来的，不痛苦的时间。于是我在高3走了绘画方向。可是现在，我瞥了一眼坐在后面的秦州，心脏不受控制的乱跳。他明明安安静静，甚至连手机都没玩，却存在感极强。开学以来，秦州一有空就跟着我，而我说不过，能做的只有极力忽视他。手上的画笔一抖，颜色落在了不该落的地方。秦州同学，我的眼神也控制不住的落在了那2人身上。苏翠满脸笑意，将手上的画递给秦州，那画上的人也正是他面前的秦州。这是我画的你，还请你收下。冷了几天脸的秦州突然扬起了嘴角。这个就不用了，但是你画的很好看。画笔从手里落下，啪的一声摔在地上。我努力克制住心里的不良悸动，收拾好东西，快步走出了画室。秦州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却在看见秦州的那一刻又心跳不止。像是为了掩饰不听话的心脏，我的嘴喋喋不休，对不起，骗了你。但是我们只是网恋而已，网恋是不靠谱的。我们分手吧。秦州没接我的话，反而来牵我的手。我们去吃饭吧，你今天都没吃午饭。分手口巴秦州控制不住的开始声音颤抖，眼睛也逐渐湿润。我只是一直重复着，分手吧，分手吧，秦州，去找适合你的人，可以和你一起走向未来的人。那天秦州到底没松口，他依旧对我很好，给我带早饭，给我洗衣服，甚至洗袜子内裤。有一次看见他大手里搓揉着的熟悉布料时，我差点心脏骤停，几步冲过去抢了过来。这不用你洗。秦州耳朵也红透了，我洗的时候看见你的没洗，就想顺手洗了。刚才洗完澡有人找我没来得及，我耳朵发烫，不用说脸肯定也红得厉害，我自己会洗的，帮我洗衣服还不算什么。我总觉得秦州在勾引我。他洗完澡总是穿一条短裤就出来，身上还散着热气，肌肉曲线完美。张破看得两眼发光，伸着一双胖手就想摸。周哥，你这腹肌好漂亮。我气急，抓着秦州的衣服扔过去，以后穿上再出来，别发骚。秦州接过衣服，笑着说谢谢，可是下一次还是半裸着上半身出来。眼看着张破的手又要摸上去了，我脑袋里的弦好像崩断了一根，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，款的脱下，然后伸手去抓张破的手。来，你摸摸我的。张破还有些迷茫，看见我的腹肌那一刻，眼前一亮。季克，你看着瘦，竟然也有腹肌。秦州猛地冷下脸，一手抓着张破往后扯，一手拿过我的衣服给我套上。季科，他的声音很冷，带着怒气。我有些害怕，却还是仰着头跟他对峙。你可以不穿，我为什么不可以脱？他的眼神看得我心惊，我又弱弱的补一句，我也有腹肌。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又转头冷冷地说了句，不该看的别看。但是他好像转头方向错了，不是对着张破，而是宁岑。那之后，泰州洗完澡出来，永远是穿的整整齐齐。只是他不再总是跟着我，回寝室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我捂住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，忍不住想，秦州是不是终于不喜欢我了？明明这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但我还是有些不舒服，心里不舒服，脑袋不舒服，浑身都不舒服。等宁岑来摸我的额头时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感冒发烧了。我心里松了片刻，我的不舒服只是因为生病了而已。你怎么打鼾了？姐姐心疼的摸了摸我的脸。我抓住她的手，微微笑，没事，前2天突然降温，一不小心感冒了，我不忍心看姐姐皱眉，轻声哄她，都快好了，送走姐姐。我晃晃悠悠的去食堂吃了饭，本来还想出去买刚才跟姐姐说的小蛋糕，毕竟吃点甜食心情好，后来一想，算了，身上没多少力气，还是回寝室睡觉吧。谁知道在寝室楼下看到了秦州。这2天周末他都不在学校。他朝我快步走过来，手里还提着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反邪道，你生病了？给你买的小蛋糕。秦州提起来给我看了看，另一只手摸上我的额头。
应该没发烧了。他牵住我的手，先上楼。风呼呼的刮，我视线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我生病了，让我再任性最后一次吧。吃完药，我爬上床躺着，睡着前隐隐约约的想，蛋糕还没吃，明天醒了应该吃不了了吧？过了保质期的蛋糕吃不了，过了时间的秦州也应该不再爱我了。可是这不正是我要的吗？刚放下牙刷，一杯粥递到我面前。先吃早餐，吃完吃药。我没接。不用了，我去食堂吃。秦州看着我，没再说话。我关上寝室门，就是这样，慢慢的断干净。秦州给我发消息，我都没回。中午他又问我，蛋糕还吃不吃？不用，谢谢了。看着他的微信，我不可避免的想起暑假一起打游戏的那段时间。那段时间和他相处的也挺好的，可谁知道他竟然是秦州呢？我突然又有些生气，本来以为有了一个新对象，结果是前男友，而且他明明知道是我，还装作不认识我。可是除了分手还能怎么办呢？秦州难道能为了我和秦家闹矛盾，不继承家业吗？我自嘲的轻笑，摇头。怎么可能呢？秦家家大业大，怎么可能有人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恋爱对象放弃呢？我手指点在删除上，支迟迟落不下去，还是不甘心，明明我也是喜欢他的呀。秦州又发来2张图片，你看看这2双鞋子哪双好看？我不要，我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秦州竟然还要给我买鞋子，而且还是这么丑的鞋子，给苏萌的生日礼物。你学美术的，什么好一点，竟然不是给我的。我赶紧撤回那句我不要，随便选了一双。尴尬死了，谁让他选这种男女同款的？秦州肯定觉得我自作多情了。我脑袋轰的炸开，整张脸快速升温，越想越脸热，越想越生气。1个小时前还问我吃不吃蛋糕，现在让我选给他的爱慕者的礼物。秦州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暗自发誓再也不要理他。气鼓鼓的回到寝室，只有宁岑一个人在里面。他转过来看我，你心情不好吗？明明只是生气，可是一有人问我，我就克制不住的开始委屈。其实秦州也没做错什么，可我就是委屈。宁岑过来安慰的摸我的头，去酒吧吗？在等谁的消息吗？苏退端着一杯酒走过来，坐在秦州身边。喝酒吗？秦州冷漠的摇头，不用。你不用管我。苏退眨巴着一双大眼睛，双手托腮，看着秦州又一次拿出手机。可是我喜欢你啊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突然秦州猛地站起来，说了句对不起，破门而出。师傅，蓝叶酒吧。秦州看着照片里挨在一起笑的2个人，捏着手机的手越收越紧，麻烦快一点。明明他看得出季克还喜欢自己，可不知道季克究竟有什么顾虑。他想逼他一把，谁知没收到他的消息，却看到宁岑带着他去酒吧喝酒的朋友圈。宁岑这个人刚进寝室，秦州就看出来他是 gay， 更何况他那双狗眼还一直落在季科身上。他明里暗里警告过他，可他竟然还敢带着季科去 gay 吧。宁岑，秦州缓缓吐出这2个字，那股狠劲儿像是要把这2个字连着人一起撕碎。一下车，秦州顾不得什么，直接冲进去，对着照片里的背景找人。帅哥，来玩吗？滚开！秦州一把推开贴到他身上的腰闲男人，怒火更旺了几分。这样的地方，季克进来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。酒吧里人很多，舞池里更是群魔乱舞，觥筹交错，灯光昏暗暧昧。他找到了被宁岑掩在身下却不知危险还在喝酒的傻子。秦州疾步冲过去，一把掀开宁岑，猛地一拳狠狠打在他脸上。我说过别打他主意。秦州，我看着面前的人，以为自己喝醉了，喝出幻觉了，直到他一把拎起我朝外走。你干嘛啊？我手机还拿着酒杯，我还要喝酒呢。秦州把我带到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，我抬头一看，厕所。
我企图挣脱他的魔爪，我不上厕所。即刻听到秦州的声音，我安静下来。无他，他的语气很平静，平静的让我觉得他下一刻会揍死我。你是傻子吗？我很生气，但是不敢顶嘴。你不知道宁岑那傻逼一直在打你的主意，你竟然敢跟着他来 gay 吧？你很不服气？没有，我小声。秦州气笑了，你嘴撅的都能挂油壶了。我看着他一张嘴一直叨叨叨，既生气又委屈。凭什么他可以说我？凭什么我要怕他？那你为什么要去苏萌的生日宴会？气愤到极点，我忍不住大吼：你不知道他对你有意思吗？你还叫我给他选生日礼物。我越说越难受，眼睛里的水控制不住的往外流，连忙用手去擦，竟然哭了，好丢脸。你自己都这样。我哽咽的说话都变了腔调，还说我。秦州本来心疼的给我擦眼泪，一听这奇怪腔调，差点笑出声。我狠狠一拳打过去。你还敢笑？我他大爷的今天打死你！呜呜，老天爷欺负我，哭成这样，就连放狠话都没有威慑力了。秦州不再笑，认真给我擦眼泪。骗你的，不是给他买鞋子，他捧起我的脸，专门发来气你的。本来就喝了不少的酒，大哭一场之后，脑袋更加昏沉，眼睛都困得要睁不开了。秦州还抓着我叨叨叨，为什么我去他的生日聚会你要生气？这不是废话吗？秦州什么时候这么傻了？他喜欢你啊？秦州继续问。他喜欢我，所以你生气？我脑袋晕乎乎的，用仅剩的那点脑子思考半晌，不是的，他喜欢你，不生气。那为什么生气呢？秦州真的很烦，话好多，可是他把我的脸挤成一团，不让我睡觉。我慢吞吞的思考，他喜欢你，你也对他好，你要跟他走了，不要我了，终于理顺了。我高兴的点点头。秦州也高兴，夸我真棒，然后继续问，那你想要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吗？一直在一起。可是秦州家里不会同意的，他们会对秦州生气。那个女生说，要是被秦州爸爸知道了，他会把秦州赶出家门的。不行，这个天这么冷，秦州被赶出去，就像可怜的流浪猫，会被冻死的。我赶紧摇头，不要在一起，不要秦州被冻死。寂静半晌，我差点睡着，秦州的声音又响起，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去找别人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不要找别人。秦州松开捧着我脸的手，抬脚要走。可是你不喜欢我。喜欢的。喜欢谁？喜欢秦州。秦州的吻铺天盖地的落下来，吻得我腿软。睁开眼，天花板上是懒洋洋大王头发形状的便便灯，好可爱，但是很陌生。我猛地撑起身，突然看到旁边有人。秦州，我连忙掀开被子，还好衣着整齐，除了宿醉头有些疼，其他部位都还好。我狠狠松了口气，下一瞬却被一双长臂搂住。秦州睁开眼，眼底下一片乌青。他抱住我，嘀咕：昨晚硬的睡不着，再给我抱一下。不要！我打他的手，企图挣开，可是他那根本就不是手，是铁钳子。你放开我！别抱我！你昨晚说了喜欢我。泰州丝毫不动，我录了音，你跑不掉。我呆滞片刻，昨晚的记忆慢慢回笼。啊！我继续拍打，那是我喝醉了，喝醉了说的话不算数。秦州松开我，撑起来，掐住我的下巴，凶的不行，不算数。我害怕却还是点头。我喝醉了吗？秦州恶狠狠吻上来，咬牙切齿。早知道昨晚把你睡了，免得留着力气来说这些戳我心的话。救命！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宝贝儿子好像要被人玩屁股了呢。我挣又挣脱不了，嘴被狗咬住，还说不出话。最可恶的是，我竟然舍不得咬他。过了好久，我浑身软成一滩烂泥，被秦州搂在怀里。承认吗？我是谁？几克？我全身上下嘴最硬。不，秦州做事又要吻下来。我双手撑开他的脸，
好好好，我承认我承认。别亲了，求你，我觉得秦州可能是个蚊子或者真空机，我要被他吻得窒息了。我害怕。既然承认了，他又吻下来，声音含含糊糊，情侣之间亲亲更正常了。情侣，那秦州的前程怎么办？他愿意舍弃继承的权利吗？秦州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。我亲你的时候，你在想谁？你爸。他皱眉，几颗，我爸快50了。我看着他的英俊的眉眼，高挺的鼻梁，刚吻了我的红润性感的嘴唇。闭上眼，我主动亲了上去。亲累了，靠在秦州有6块腹肌的怀里休息。被我甩了，不生气吗？我只想把你抓回来，用链子锁在床上，让你哪也去不了。他抬起我的手，放到唇边，吻了吻我的手腕。宝宝，你的手很漂亮，被锁住肯定也很好看。我被他认真的语气吓得一激灵。只要你乖乖的，别跑，我舍不得锁住你的。秦州吻了吻我的眉心，下一秒却开始审问我，你当时为什么走？连一个消息都不留，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消息。几颗，那段时间我快找疯了。没有一个同学有你的消息，去问老师，老师也不说。我办转校之前，特意恳求老师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去向。我只是以防万一，没想到秦州真的去问了老师。后来我找到了你家里，看到了你姐姐，她告诉了我你的新学校。秦州没说，他坐了2个小时的地铁，从中午在校门口等到下午当月。他终于等到了心心恋恋的那个少年，他泪流满面，却不敢上前。或许几颗转校就是不想看到他，要是他贸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即刻一气之下转去更远的地方，那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。他看着几颗一个人走进饭店，一个人吃完又回学校。终于在他的背影混进人群，再也找不见的时候，秦州浑身脱力，蹲在了地上。他的太阳离开了，不愿意再将光辉洒在他身上。也许是他这个人本来就不值得，所以他告诉自己，拥有过一段时间也该满足了。可是每个周末，他站在人群里偷偷看他时，看到他逐渐找到朋友，有了朋友一起吃饭，一起玩闹，为他高兴的同时，也感到心痛不已。爱他的奶奶去世，妈妈离婚离开，他和那个专断独裁的父亲生活在一起。看着他把只比自己小2岁的弟弟和那个女人接进家门时，他的生命只剩下一片黑暗。他的脸为他招来许多爱慕者，却无一不在他拒绝后说他性格怪异，难怪没朋友。只有几颗突然跳出来，扬着一张帅气的笑脸问他可以交个朋友吗？他用冷漠掩饰内心的惶恐，反正大家都一样，他在被拒绝后也会讨厌自己吧，但他没有。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，像一个小太阳。在他真的转身想要离开后，秦州却又开始后悔。也许好好说话，真的能和他交朋友。其实他也想要有一个这么活泼可爱的朋友，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他的感情从友情变成了爱。也许因为是他摔倒还想用手砸地的傻气，或许又是因为他在冬天大雪里跪在地上抓猫的善良，和他住在一个寝室是秦州不敢想的美事。可能是老天爷看他可怜，想要补偿他，于是美事成真。近距离的相处，秦州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几颗好像也喜欢上了秦州。秦州鼓起勇气表白，于是他们成了恋人。在那一刻，秦州再次拥有了家人。只是在他愉悦的准备着给几颗的惊喜时，几颗又悄无声息的离开了。找不到，抓不住，在短暂的拥有了4个月的家人后，他终究还是独自一人。我和秦州牵着手走回学校，一路上都很沉默，直到他说我已经架空了我爸，那个私生子也送出国了。几颗，没有人能再阻拦我们。下一秒，我看到了我姐，我猛地抽回手，背到身后。我姐脸上的平静看得我心惊。姐，我小心翼翼凑过去，你气傻了。我姐无语，我早就知道你得栽在他手里。他有些心疼的摸上我的脸，又瞪了乖乖站在旁边秦州一眼。可怜我的小白菜呀，这么早就被猪拱了。在我疑惑的目光下，
我姐跟我说，她早就知道秦州这么好人了。你当时突然转校，他又找到家里来，看不出有问题才是傻子吧？不过没关系，姐姐拉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，秦氏现在已经是你小男朋友的了，他那个爹算是威胁不到你们了。原来秦州在暑假就已经进了公司，之前很少回寝室，也是在处理公司的事。而我生病那天，他正好回来，遇上了刚和我分开的我姐，他把他的计划行动都告诉了我姐，只为恳求我姐能支持我。姐姐，几克是喜欢我的，但我不知道他究竟在顾虑些什么。我会尽我全力扫除我家的一切障碍，也恳求您能支持季克，支持我们。我和秦州搬进了他在学校外面买的房子。我扑到秦州身上，你怎么会这么装修？里面的每一处装饰都是我喜欢的，却不像秦州会喜欢的。比如卧室的那个懒洋洋便便灯，要是秦州他肯定会嫌它幼稚，可我一看就走不动道。我知道你会喜欢这些，家里的装修都是我参与设计的，买每样家具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是你看到肯定会喜欢。我想你能喜欢这个和我的家。秦州抱着我，我轻轻松松的挂在他身上。如果我们没在一起怎么办？难道全部重新装修？如果没能在一起，秦州自嘲一笑。如果不能在一起，那我就住寝室。如果你真的再也不想见到我，那我睡在这个房子里，身边都是你喜欢的东西，或许能学到你睡个好觉吧。他的表情看得我心疼，我俯身亲吻他。还好我们在一起了。秦州把我放在沙发上，拿出一个大盒子。这是什么？鞋子，一双蓝白色的球鞋，限量版，我之前没买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哼，你的喜好我一清二楚。秦州半跪在地上给我试鞋，真好看。秦州凑过来吻我，送你鞋子，我们携手一辈子。我正被他的甜言蜜语哄得心花怒放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我脸一冷，那你还给苏退送鞋子。秦州抱上来给我道歉，让你选只是想气气你，没给他送鞋子，送的公司助理随便买的礼物。我心情好起来，和秦州在沙发上吻得难舍难分。突然手机响起来，我拍打秦州，放开电话。我爸在手机那头，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冷硬。周末回来吃饭，带上你那个男朋友。我爸以前很严格，可自从我妈去世，我爸对我和我姐是越来越包容，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。而且他经常要出差，我们1个月见不了几面，他对我们姐弟俩更是温和。他从来没用过这种语气和我说话。我吓得要死，扑到泰州身上。完了，老公，我爸知道了，我们要死了。跟着秦州进门，不知道的都会以为是我上秦州家。我害怕的牙齿都发抖。要是我爸生气要打秦州怎么办？我扑过去挡着吧。我爸总不能把我打死吧？想到这，我强行冷静，去牵秦州的手。你放心，哥会保护你的。我爸一拍桌子，横眉冷目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？我赶紧松开，乖巧打招呼，爸爸。我爸又是一拍桌子，抖什么抖？我还会吃了你们不成？我真的觉得他可能吃了我。你跟我来书房。好，我可怜巴巴跟秦州告别，宝贝，我要去守护我们的爱情了。我说的是性情那小子。秦州拍了拍我的手，跟着进去了。我扑到我姐旁边，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姐，怎么办啊？爸不会打死秦州吧？我不会刚确定关系就守活寡吧？我姐恨铁不成钢的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，啧了一声，看着我通红的眼眶，却又心疼的给我擦眼泪。爸不会打他。姐姐看了眼书房，秦州这小子也是有诚意，专门找技师合作，还让了好多例。那天秦氏主动找上爸爸，说要谈合作，合同一拿出来，把老爸吓得不轻。老爸说要考虑考虑，回来急得在书房转圈，一边觉得肯定有问题，却又怎么都找不到问题，又怕答应慢了，到手的鸭子跑了。我实在不忍心他那要掉光了的头发，就给他说了。中午我们4个人一起吃饭，桌上格外的安静。我爸吃着吃着红了眼眶，没想到代价是我的儿子。他抹了抹眼泪，低声说：嘉禾呀，我们的儿子，我对不起你。秦州站起来，
给我8倒酒，又给自己倒满1整杯。叔叔，请您和阿姨放心，季科比我的命都重要，我会对他好的。我爸闻言不仅不敢动，反而脸一拉：什么命不命的？给我护好你的命，别让我儿子守活寡。我姐苦笑扶额，这脑回路真是亲父子啊！我爸生气归生气，还是叫家里阿姨收拾好了我的房间。没收拾客房，我爸冲我冷哼一声：当你爸我没年轻过。收拾了客房，这小子能去住吗？总归要到一张床上去的，白做那些麻烦事干什么？我冲我爸嘿嘿一笑，赶紧推着秦州进了我的房间。谢谢爸爸，爱你。夜幕降临，天空星子闪烁。我们坐在我房间的阳台的秋千椅上，我靠在秦州身上和他接吻。真好啊，我嘿嘿傻笑。以后真的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了。秦州又凑过来，一下一下吻着我的唇。宝贝，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秦州像是亲亲怪，亲个不停。我故意躲着他的吻，手在他身上乱摸，挠痒痒。突然，我好像摸到了一个比腹肌还硬的东西。秦州的头搁在我肩上，湿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肩颈处，声音沙哑：没准备东西，宝宝，帮帮我。过了不知多久，我瘫倒在床上，手酸的不行。秦州一边吻我，一边给我按摩手，差点又一次亲着亲着擦枪走火。宝宝，再穿一次女装给我看吧。被我忍无可忍推开后，他轻笑，也不生气。我们紧密相拥，他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季科，幸好我没有再错过你。是啊，幸好我们都没有再错过彼此。那就携手一辈子吧。